这是蔡守元第2次举白旗，第1次是在广西博白被俘，但这次可跟第1次不同。这次他是为了帮助我军在西南前线促成国民党18兵团起义去进行谈判，才举着白旗进入交战区。回动，不能开枪啊！我叫蔡守元，是你们秦司令的老朋友，我是来找你们秦司令谈事情的，带我去见你们的秦司令去。靠着连哄带骗，这几个士兵半信半疑的把蔡守元带到了18兵团司令部。蔡守元也是不讲什么规矩，刚一进门就指着秦司令开骂，指责他昨天下午半道上派人打他的伏击。要不是跟我随行的解放军相救啊，你老弟的命都交代了。但秦司令肯定不会承认，他表示现在18兵团正在跟解放军接洽，绝对干不出这种事，应该是其他部队干的。蔡守元本就是带着任务来，也不想跟他多废话了，直接询问现在18兵团的情况如何。光靠空投只能维持2、3天，情况不乐观呢。那就是说情况很危急，对吧？蔡守元一看18兵团身陷囹圄，当即要为秦司令再看一遍面相。秦司令对老蔡那是深信不疑，当年在赣南就是蔡守元帮他看过面相才逃过一劫。见秦司令还信自己，蔡守元开始了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表演。印堂晦暗，主前程不明啊！太中泛黑，耳廓僵直，血帆气短，喘息粗重。啊，中气啊就不接，颧骨暴突，神明不佑，两颊深陷，三杠露馅。蔡守元一通忽悠，说的秦司令连连叹气，赶忙问有没有解救的办法。蔡守元一看起到效果了，又接着继续表演，随后便命人拿来竹筷，放手里一摇，往地上一掷，得出了一个绝处逢生的卦象。蔡守元装完13还不行，还演出一副发功发到虚脱的样子。快打凳子！今天这一卦的卦象啊，日月交替，天地重开，否极泰来。那您这是什么意思？老蔡一看还能有什么意思，当然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了。这2顿操作下来，说的整个18兵团的官兵都动摇了。秦司令当即支开所有人，单独跟蔡守元探讨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哎呀，老弟啊，要不这样，你就留在我这儿，别回去了。老哥，你自身都难保了，你留得住吗？话说蔡守元如果现在调转枪口留在18兵团，能不能逃去台湾呢？但蔡守元并没有叛逃的想法，他接着忽悠秦司令，在来到司令部的路上，他已经看见解放军调来了高射机枪，如果继续抵抗18兵团，连空投都拿不到，到时整个兵团不是无异于等死吗？如果我带他们投诚了，共产党会给什么条件？大哥，解放军的首长就在你的后院呢，要谈条件，你赶紧去找他们谈呢。最终秦司令被说动了，没多久便宣布了起义投诚。回到功德林后，蔡守元面对王耀武一行人，开始大肆炫耀自己如何在西南帮助我军忽悠18兵团投诚的战绩。我就用了2招，2招我就把他拉下马了。但以刘安国、叶立三为首的几人听完却很不舒服，对他冷嘲热讽。老蔡，解放军一定给了你不少赏钱吧？蔡少元，你立了这么大功，他们没说什么时候放你出去。叶立三还暗讽他以后出去之后还可以去给解放军的高级首长做个随从，原因是以前蔡守元给冯玉祥做过马便，在叶立三看来，蔡守元就是一个奴才。叶立三，老子打死你！打死你！精明的王耀武看见这场景，立马躲进厕所，制造不在场证据，不想多管闲事。你们国民党军人就是这么跑步的，难怪你们总打败仗。你说什么呢？你闭嘴！蔡守元跟叶立三在宿舍干架，闹出的动静很快就引来管理员的注意。胡大树进门就询问王耀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王耀武为了袒护小弟叶立三，光说自己不在现场，什么都不知道。但胡大树也不是傻子，他看到叶立三嘴角上的血迹，当即猜出跟叶立三有关。不等胡大树询问叶立三，
蔡守元主动站出来，交代了前因后果。叶立三用话侮辱我，我先动的手。你也可以侮辱我。你还有语言侮辱我，还动手？你试试！闭嘴！这下好了，胡大树正愁没理由收拾叶立三这个顽固分子，现在机会不就来了吗？他立马命所有人到操场集合，随后开始对叶立三进行批斗。个别的学员顽固的坚持反动立场，顽固的抵抗改造，顽固到站在蒋介石一边。为了处理这次打架事件，胡大树让叶立三出列，绕着操场跑圈。但叶立三本就思想顽固，在对待这样的处罚方式，那只能是对抗，所以他跑步很是散漫，这才有了视频开头题目。瞅瞅啊！胡大树为了让这些曾经的国民党将领输得心服口服，当即叫二班长拿来2口行军锅，他和叶立三同时背着跑，看谁先坚持不住。趴你，谁先趴下谁孬种。行啊，哼，你们国民党军人啊，也就会吹个牛。你太无理了，你退回去。为了公平起见，胡大树让刘安国当裁判，很快比赛就开始了。但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叶立三怎么可能跑得赢经常在战场上冲锋的胡大树？没跑几步，叶立三就落到了后面，就连跟他关系最好的王耀武都觉得叶立三赢不了。蔡守元看到叶立三落后，也说起了风凉话。都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没有说错吧，对不对？几分钟后，叶立三明显体力不支，王耀武担心叶立三身体吃不消，赶忙劝胡大树取消比赛。所长，别跑了！你问他，认不认输？叶立三，别跑了！你还行不行啊？王耀武这句你还行不行真可以说是神助攻，直接把叶立三推上了高潮。男人最恨别人质疑自己不行，何况叶立三刚才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了谁先趴下谁孬种这句话。为了男人的尊严跟立场，叶立三更不可能认输了。雄心壮志跟现实对比往往是残酷的，就像屏幕前的你曾经发誓此生不做牛马，但又不得不为3000块的工资忙碌。叶立三也一样，没跑多久就倒下了。起来，起来！别扶，老岳，别扶，把他放平了。你走啊你！听他的，放平，把他放平了，还放平了。最终在医生的抢救下，叶立三才脱离了生命危险。政委和所长听说此事后，赶忙回到功德林。所长王英光并没有过多的批评胡大树，但政委对胡大树私自体罚学员的行为很是恼怒。毕竟当初创办功德林之前，我党中央就明令禁止一切体罚的行为，现在这样的体罚竟然出自一位副所长，让他怎能不怒？用体罚的办法来处理矛盾，这是绝对错误，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另外，我们一再强调，要尊重战犯，要给予最基本的人格尊严。可是政委，如果他们违反纪律，不服从管理，我们总要有办法吧？对啊，总得有办法吧？我们的办法就是学习讨论，提高认识，改变思想。那要是屡教不改呢？可以批评，可以教育。打又打不得，骂又骂不得，我怎么教育他们？教育的方法有很多，体罚是无能的表现。行，你们有办法，我没办法。要不怎么说胡大树只能做个副所长呢？这样的思想觉悟还真是有待提高。